双方都打进来，哎，走，现在不能打，注意看右边的黑人选手，竟然恶意挑衅中国选手。现场裁判越是阻拦，他越是嚣张，越是来劲儿。这个黑人狂徒就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姆巴佩，此人在中国拳坛臭名昭著，经常在比赛开始之前恶意搞偷袭，挑衅对手。这个家伙不仅赛前嚣张，赛后也是一个好色之徒。比赛结束后，竟然当众表白中国颁奖小姐，不顾对方感受，强行送给对手鲜花。好，观众朋友们，正在出场的选手就是狂妄恶徒、好色之徒姆巴佩。观众朋友们，不要搞混了，他并不是身价数十亿的足球明星啊，法国姆巴佩，而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姆巴佩。好，注意看这个家伙厚厚的嘴唇，长得是奇丑无比呀。好，这场比赛迎战他的对手正是来自我们中国年纪21岁的中国小将许志伟。许志伟刚进入到拳坛没多久啊，12战绩总共才打了这个8场比赛，但是观众朋友们啊，其中呢他赢了6场，输掉的2场比赛啊，也不是被 KO 啊，而是判定，因为当时对比赛规则不是很了解啊，刚打拳击啊，输比赛也是很正常的。哇，观众朋友们的确长得太丑了啊，像一条鲶鱼。我觉得说它像鲶鱼有点侮辱鲶鱼了。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来看一下本场比赛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好，注意看红方选手中国小将许志伟，刚刚说错了，他不是21岁啊，19周岁20岁，而这个姆巴佩是25岁。对，红方许志伟控的距离控得很好，是，而且因为散打出身嘛，所以打得更灵活一些。漂亮，很漂亮的。Adrian 其实感觉是比较偏那种硬的选手，对，很好。其实速度还是有差别。是，从两个人身材的维度来看，差不多是吧？从两个人身材的维度来看，我觉得，哇，这个动作很厉害。这个姆巴佩呢，常年混在我们中国打比赛，从22岁来，现在25岁啊，混了3年了，中文啊也学了不少。那么他曾经在媒体面前用他蹩脚的中文表示，说我们中国人的人好打，中国的钱好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他才敢赛前啊频频的挑衅啊，频频的叫板。但现在已经不是20年前了，我们中国选手、中国小将，一个脾气比一个暴，一个打法比一个猛。所以说呢，对方越挑衅，我们这边越生气。你不激怒还好，你一激怒啊，反而成了中方选手的兴奋剂。好，许志伟这个小伙的确是敢打，敢往里去冲。虽然说才19周岁，但是表现还不错。就是比较年轻啊，打法上来讲呢，欠一点火候。能不能把红方打累了？但是你看他战术是怎么安排的？我也不知道，因为在第一局目前来看的话，蓝方就是属于一直在压，但是动作很少。对，一直在被打。引击，我很喜欢红方的这个气氛，而且速度好快。对，他是个反架，就是后手塞的这个很直接。是的，而且他不只是会用一个技巧，又定膝，又做变调，也有脚步动作，更丰富一点。虽然说我们看这个姆巴佩在局面上压的确是比较凶，但实际上他的有效打击数啊和进攻出手次数少得可怜啊，几乎是没怎么出拳。反观是许志伟啊，这个小伙呢边退边打，他并不是单纯的后退啊，而是呢这个诱敌深入，然后再找机会。对方的确是老油条啊，你看他的防守很及时。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好，那第二局开始，看蓝方的教练是怎么给他布置的第二局的战术。对，我也希望他可以快一点。他现在一直就第一回合一直被打了，一直被控制。我觉得他可以压多一点，然后自己先出拳的这种组合拳不能单独打的，
弹度根本找不到。节奏感慢。哦，哎呦，对，现在开始来的好猛啊！对，哎呦，又来一下，踢中了！这第二回合刚一开局，我们看这个姆巴佩呢，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啊！观众朋友们，压得很凶。哦，要小心了。对方看起来似乎呢是想要火力全开，想要真正意义上压制我们的中国小将。看来对方呢不仅嚣张啊，还真有点本事，还真有点刷子。那么后手打的是很好，是的，这力量，他那个迎击后手塞的很直接，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像这力量渗不进去一样？来一下，好，非常好。许志伟年轻的这个特点啊表现出来了，在吃拳之后呢，他不后退，这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个表现。你越是和我打啊，我越是和你干。好，注意时间，还有1分钟。目前局面上来看，我觉得志伟的表现可能是稍微有些被动。但是打击数上、分数上来讲还好，因为这个姆巴佩他的出手次数呢是非常少的，因为打拳效果非常好。这个回合还有剩下来40秒钟。哦，他看起来也不差。哎，两个人都很抗打。对，你看我们在这听着啪啪打的声音响，特别那个膝盖蹬腿腿法就声音就是那个弱弱的感觉，砰！对，所以两个人这个徐志伟他丰富的进攻好漂亮。好，观众朋友们，双方的比赛来到第3个回合了，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不知不觉打到第3个回合了，那许志伟这个小伙呢也是逐渐找到了状态。在前面的2个回合呢，许志伟这个小伙过于的低调打的是过于的比较内敛。本身这个小伙子看起来也是文质彬彬的像一个3好学生。哎，漂亮，漂亮，这敢打了。而且这抗击打能力真的可以，我们看吃到姆巴佩的拳他不仅是没有后退连头部位移都很轻微，看不到是被打退的感觉。中了，对，5秒钟。3、4、5、6、他起不起来。 7、8，OK。刚刚感觉很重啊。所以2个高。好，DQ。让他继续。现在感觉教练他们在吵架。还可以继续，还可以继续。好，这个情况有些特殊。那姆巴佩的团队扔出了毛巾意思是投降。但是姆巴佩站了起来，表示还能打。注意看时间，第3回合呢还有一半不到的时间了，1分多钟。那么在前面是有2次击倒，1次读秒。好漂亮，哎，有感觉了。我们看许志伟连拳带腿，打得不错。2个人连拳带腿，谁也不服谁都不服。这是真打出感觉了打出这个火气了。整场比赛最精彩的一部分估计全在这儿了。两个人相互换拳之后，
什么？哦呦，又有拳又有哇，打好多次了哇哦，互相拼，又来了，好精彩，精彩很好。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结束。那么双方的比赛呢，在前2个回合呀，也是略显枯燥，但是最后一个回合，尤其是最后的这个1分多钟啊，打的的确很精彩啊！双方呢是玩了命的拼拳啊，谁也不服，谁也不怕。那么赛前对方呢很嚣张，我还以为对方多强呢，没有想到就这点本事啊！好，让我们恭喜中国小将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一致判定。十分感谢屏幕前你的收看与支持，下期视频再见。当视频中的美国大力士被击倒那一刻，观众惊讶的并不是他的脖颈被打断，也不是他被担架抬走抢救，而惊讶的是击倒他的人竟然是一个身高2.23米的中国巨人。如此庞大的身躯让全场的所有老外都为之惊叹，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完全不敢相信中国人竟然能有如此大的身躯，如此强大的实力。他是中国有史以来体型最庞大的拳击手，身高2.23米的他就像一座人形大山，甚至要比韩国巨人崔洪万和中国炸弹张志磊还要更胜一筹。我们别看他5大3粗，但他却精通中国武术、散打以及跆拳道等一系列格斗术，任何对手在他的面前都显得无比渺小，当然在他的重拳面前也都显得不堪一击。他就是江湖人送外号泰山的董建军，一个让拳王泰森都谈之色变的中国巨人。我们来看董建军今天的第一个对手，名叫兰斯，他是一个美国大力士。他的身高并不是特别高，但是他的体重来到了390多斤，将近400斤。按道理来讲，他应该也是一个壮硕的猛男，但是站在董建军的面前，却把他显得无比的渺小，甚至好像未成年的小孩。中国巨人对战美国大力士，看一下到底是谁能够先把对手给 KO 了呢？ Getting your Memorial Day weekend going with us, Taishan in the black trunks, Lance Gouch out of Hannibal, Missouri. First time on TV, he is 5-8 with 2 draws, 3 KOs in his career. 哎，美国大力士怎么上来就想摔董建军的？对方思路明确。他知道在外围上的话自己肯定是吃亏的啊，所以说干脆打一些脏拳。什么是脏拳？观众朋友们，就是说呢贴到对方的身上啊，然后用各种角度来蹭拳，这是不讲武德的啊，也是不被拳迷粉丝所认可的。但他呢也是没办法。That impressive physique on his journeyman opponent. He's facing another journeyman, a part-time fighter, as you noted, but Gouch is not a guy who lacks for any confidence. And I've actually seen 董建军啊，居高临下，打得非常的舒服。但这个兰斯还别说啊，很胖，但也很灵活。 Deceptively quick, I would say. Yeah, he doesn't lack confidence. Fight fans, you can now score each round tonight alive. Just go to Throwdown/Golden Boy Live to score the fights. 下潜摇闪的把戏他已经用了好多次了啊，但是随着次数的增多，董建军肯定会刻意啊去打一些勾拳。Gouch, a real likable, kind of affable personality. In this morning's fighter meeting, said he was not impressed with the giant. 没错，董建军开始打勾拳了。董建军呢，这个洞察的能力啊和拳商还是比较高的，学习过传统武术、散打啊，包括空手道。Gouch is a wrestling coach at Hannibal LaGrange University, played in that area. He's just a small town kid, didn't really care much for California or Las Vegas. Or Las Vegas. He did fight Deontay. 而且董建军呢，他曾经还练习过篮球啊，他本应该是一个篮球运动员，但是他发现啊，自己对这个传统武术啊和这种搏击啊更感兴趣。Local fights and club fighting. And he's coming off some inactivity. He actually broke his leg in a football game, so he sat out about a year. Taishan mentioned it. 大家伙不用质疑比赛的真实性啊，因为比赛的举办地点是在美国，所以说老美让着我们观众朋友们那是不可能的啊。Last March was his first fight. 前手把控距离，哦，后手倒了，比赛结束，裁判1秒都没有犹豫。这是一个经验老道的裁判啊，通过他的观察，一瞬之间啊，做出了决定，终止比赛。好，我们注意看这哥们儿啊，这哥们儿的胳膊上还纹了2个字啊，哥们儿，哈哈，
哎呦，看来他对我们中国的文化还挺了解啊。好，精彩回放看一下，后手哇，一拳打倒，这是一个后手拳，非常的精准。好，我们看脖子断了，人也上了担架，估计是要送去抢救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董建军的第二个对手托米华盛顿啊，我们看这个家伙长得像一头大猩猩一样。上一场比赛输的是一个白人选手，而这一场比赛啊，黑人选手来了。因为美国表示说呀，白人在他们的国家并不是最能打的，而黑人啊才是打拳击最厉害。话虽这么讲，但是当两名选手站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对方的身形这一块儿，他还是得输给我们。中国泰山对战美国大猩猩。泰山没了猩猩啊，还可以很好的树立在那里，而大猩猩没了泰山啊，顶多啊是个泼猴。好，比赛开始。What Tyshawn did show in his opening bout was a very hard left jab, but he would throw them. 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啊，这个华盛顿他要比上一个选手灵活得多。And McGirt wants him to definitely throw more of those jabs. It'll be a good weapon for him. Tyshawn from Beijing, now living in Glendale, California, is just so mad. 裁判告诉董建军啊，不可以推对手。We're talking to Buddy McGirt in the fighter meetings, Buddy said I have to teach him everything. It's almost like an 8-year-old walking in, learning to fight for the first time. Well, because Tyshawn has no amateur background experience in boxing. Was a solid mountain. Well, and he's named after a mountain, Tyshawn, which he has ascended, by the way. The Tyshawn Mountain in China. Climbed it. He said, "That's it." 哦，对方的距离把控还相当不错。In Glendale, California, has his wife and child here, and training with Buddy McGirt in Burbank. 一直在边缘游走。啊，但是问题还是啊，你打不进来呀，你打不进来，即便你在外围跑得再快，哈哈。那你只有跑的份儿啊，你也打不到我。Size 18-foot shoe and 22-ounce gloves that were custom ordered for him. The headgear was custom ordered for him. Story goes that he went for his first physical. Doctor asked him if he had ever had a concussion. He said, "No, I've never been hit in my hand." 董建军步步紧逼，盛气凌人。Tommy Washington has not fought in 6 years. The reason being he was incarcerated for 5 of those. 华盛顿只能背靠龙王。Hopes he's learned some lessons from that. Is looking to make something of his life. Well, he still can. He's only 28 years old. 这个比赛擂台不知道是不是我视觉上的问题，我总感觉比正规的拳击比赛要小一点。也有可能是董建军长得太高了啊，站在一块儿啊，站在这里的话，把擂台啊都显得渺小了。Yeah, that was the guy that we talked about a little bit, Valuev, who was a champion not so long ago. 哦，华盛顿有些发软的感觉了。哦，漂亮后手，后手5秒，哇吼！观众朋友们太猛了！我看一下这次5秒对方能不能挺过去。感觉啊，我感觉是够呛的。好，结束比赛结束。果不其然，观众朋友们啊，这个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没能挺过一个回合。那么恭喜董建军。我们来看一遍精彩回放，只是一连串的打击。最后的话呀，是一个后手的重击啊。It's round number 1. Referee Jack Reese reaches the count of 10 for your winner by KO and still undefeated, Tyshawn. 注意看，日本选手将中国小伙骑在身上，照死里打。比赛结束之后，中国小将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随时都有丧命的风险。赛后被送往急诊室抢救，医生说道，如果再晚送来1分钟，就可以举办后事了。差点打死中国选手的家伙，就是视频中的日本人梅野元志。这个家伙是出了名的日本右翼分子，也就是典型的反华分子。他曾这样说过，他打拳击比赛就是为了打中国人，因此在每一场遇到中国选手的比赛当中，恨不得把每一个中国选手置于死地。但我泱泱中华最不缺的就是抗日英雄。来自新疆的小伙哈姆勒斯远赴日本，向梅野元志发起了挑战，并且主动和对手签下生死状，气分高低，也决生死。但这头小鬼子非但不惧，还当众表态，这场比赛要全球直播，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他如何打中国人。明天打中国人的比赛，我要全球直播，我会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会像打狗一样大废中国人，直到他们跪下来求我为止。
好，我们注意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大家不要认错。我们看穿着黑金短裤的小伙，来自于新疆的哈姆勒斯。小伙子很年轻，23岁啊！这一次单枪匹马的来到了日本，向这头嚣张的小鬼子发起了挑战。好，这头啊不是这个日本选手，名叫梅野元志啊，他穿着白色短裤。现在日本人给全世界的印象啊，就是讲文明、讲礼貌啊，非常的讲卫生。但实际上，观众朋友们，这帮小鬼子啊，在我眼里，他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啊，一帮倭寇把。他们就是居小节而无大德，知小礼而无大义。强大时必定是强盗，软弱时必定是卑躬屈膝的小人。一个个笑里藏刀，但背地里比谁都坏，就是一帮阴险卑鄙的小人。就拿核废水来说吧，观众朋友们，你们说这帮小日本子够不够歹毒？好，我们闲话少说，回到比赛啊，刚刚扯得有点远。哈姆勒斯非常的聪明，在对方冲过来的一瞬间啊，把对方带摔倒地，不给对手任何能够近身打内围的机会。我们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哈姆勒斯这个小伙啊，他比较擅长打外围的一些个游走战术。再一次采取搂抱战术，限制了对方的进攻节奏，打法非常清晰。小伙的话，这个脑袋还是非常聪明的啊。来自新疆的帅小伙啊，看着就很顺眼，大眼睛、双眼皮儿。再看对方，小鼻子、小眼睛啊，八字眉、八字胡。好人谁家长这样啊？对方的扫腿非常具有威胁力，因为这个梅野元志这头小鬼子啊，他练习的是泰拳。连续的扫砍。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哈姆勒斯这个小伙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游走战术，让日本选手是既追不上又打不进来。但接下来的比赛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的话，可能对自己啊有点不太利吧。因为今天的比赛地点是在日本东京举办，所以说现场的裁判也都是日本人。我们如果打分想去赢的话，那是非常难的啊。赢的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 KO 对手。哦，注意看哈姆勒斯这个小伙，他的眉骨，哎呦，眉毛开了。说句实话，这个眉骨开是怎么开的，我们还真没有注意到。好，第二回合，观众朋友们，请相信我，绝对是要比眼前的日本举牌女郎啊要精彩，要好看。好，哈姆勒斯流血流汗，就是不流泪，好样的。我们看小鬼子依旧是不断的扫踢，用各种腿法来进攻哈姆勒斯。其实可以尝试往里打一打啊，但如果打得太近，还容易吃对方的膝。这就要看哈姆勒斯自己对距离的一个把控了。好，踢膝防守，上部的拳法还不错。第一回合时间过去1分钟，对方还在踢。拳法相当不错了，哈姆勒斯的拳法很舒展。
如果这个比赛在中国举办的话，我们可以在规则之内啊是可以抓腿、可以接腿的。但今天是在日本，在规则之内是不允许接腿的啊。在规则上我们就已经是很难受了。哦，犯规！这是一个明显的犯规，还是肘击啊，肘尖打我们的头，但裁判没有管。这口气我们暂时只能咽下去了，因为毕竟是在客场作战。哎呦，什么情况？倒了！哎呦，还打对眼了！哈哈，观众朋友们，打对眼了！哎呦，看情况应该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恐怕是活不了了。不要抢救，我觉得不要抢救。这种人活着也是浪费空气，这种人活着也是浪费空气，干脆啊，就让他自生自灭。哈哈，看到这一幕，观众朋友们，我这悬着的心呢，终于放下了啊！真是浑身都舒坦。别说了，今天咱吃饭喝酒也必须得多喝2盅，吃饭呀也多干他2大碗。比赛非常精彩，再看一遍精彩回放。哦，这下顶膝重动靶心。好，再次恭喜哈姆勒斯，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注意看，武僧一龙竟然放弃防守，展示少林绝学铁头功，挺直了腰杆，让老外连轰数十拳，竟毫发无损。这一罕见的场面让在场的所有老外全部起立鼓掌。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少林武僧一龙大战新西兰拳王布莱登的一场精彩大战。哎呦，什么情况？哦，武僧一龙进了盘丝洞，哈哈。当年唐僧啊进了盘丝洞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动摇啊，那今天武僧一龙也做到了，他完全没有动摇，那说明武僧一龙啊已经完全具备了去西天取经的这么一个能力了，哈哈。好，我们注意看，远看一条龙，近看，哦呦，一条虫。当然了，只是开一个玩笑啊。很多人对武僧一龙的评价呢是褒贬不一啊，他名声在外，有好有坏。有人认为武僧一龙就是一个只会招摇撞骗的假和尚，而有人认为武僧一龙啊为我们中国的搏击事业和武术事业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说，喜欢一龙的人啊非常的喜欢，而不喜欢一龙的人呢根本喜欢不起来。好，比赛开始，看一下武僧一龙的表现。哦，抓单腿，漂亮！一上来便给这个新西兰拳王布莱登啊一个下马威。对手布莱登也是来者不善，他拿过一条洲际赛的金腰带。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并不是在中国啊，所以说观众朋友们也不要考虑什么假拳的问题了啊，本场比赛绝不可能是假拳，而且对手的身价和辈分和排名啊都很高啊，就不会轻易的打这种假拳的。哦，连续扫踢效果不错。虽然说武僧一龙的拳法一般，但是他的腿法，观众朋友们的确是无可挑剔。哎，注意看，双手自然垂直，不做任何防守，脑袋还顶出去，随便打。一龙告诉布莱登：“你随便打我啊，我扛得住。”我相信看到屏幕前武僧一龙现在的表现。那有些观众朋友肯定会说了，哇，太强了，抗击打能力好强。而有些观众朋友会认为，这不是傻吗？啊，肉靶子让对面随便打。一回合还有最后的1分钟。好，注意看双手，哎呦！哦，随便打，哈哈，这也是一份自信呐，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真功夫先不说，但是武僧义龙的抗击打能力啊，的确是没得说，够强。我觉得一般的职业选手还真没武僧义龙这两下。我们看台下老外已经是放下了手中的酒杯，目不转睛的在观看本场比赛。这个布莱登啊，现在也是有些发懵，因为现在的阵仗和情况和场面和对手他也没有见过。见过进攻打得猛的啊，见过腿法厉害的，但是没见过这个光挨揍不还手的。你看，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台下的老外在疯狂的鼓掌啊，估计这个场面他们也没有见过，哈哈。因为中国武术啊，在老外的眼里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好，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继续开打，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数一数，看一下武僧义龙啊到底能扛住多少拳。这个眼神好的啊，这个算术好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数一下。实际上这场比赛对武僧义龙来讲啊，观众朋友们难度的确不小。有没有注意看这个布莱登呢？是要比武僧义龙大上2圈还要多。赛前对方的体重是比义龙大了20多磅。那么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义龙呢依旧啊能扛住对方的重拳。都说不为五斗米折腰，本场比赛我们看义龙的腰杆啊挺的是非常的直，整个脑袋加脖子加后背啊形成了一条线儿，挺直腰杆让对方随便打，这也是一种比较自信的表现。好，我们看武僧义龙又一次放弃防守，又把双手啊垂了下来，打累了歇一会儿。我们看台下的老外都很兴奋，让这个布莱登呢加把劲儿，使劲打。但是现在布莱登的心里边估计也很难受，不是哥们儿不想打，是哥们儿根本打不动啊。第二回合马上结束，还有最后的半分钟。好，这一下是滑倒，地面是稍微有些滑。武僧义龙现在非但是一点伤没受，反倒是把这个布莱登啊累的是气喘吁吁。哦，武僧义龙不走寻常路啊，起身的方式啊和别人也不一样。看到了吧？这就是武僧义龙的特别之处，打法、风格、技术特点啊和正常选手啊都不一样。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双方比赛的最后一个回合，看一下武僧义龙的精彩表现。说实在的，武僧义龙现在的赢面啊的确不大，因为前2个回合分数上按照规则来讲啊肯定是输了，但是我们从气势上和观赏度上来说呀，我觉得武僧义龙今天的表现还不错。观众朋友们准备好，名场面马上就要来了。
好，最后一个回合，双方都来劲儿了。哎呦，漂亮！这下如果没有围绳的话，想必对方啊已经是被打飞出去了。我们看最后一个回合，武僧义龙也来劲儿了。对方这个布莱登啊，也很想去 KO 义龙。对方不信邪啊，对方认为武僧义龙这个他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抗打。双方的比赛还有最后的1分钟。哦，漂亮，转身宾拳。哦，不过裁判警告义龙呢，这个招式是不允许的啊，不可以打对方的脖子。1拳、2拳、3拳、4拳、5拳，我的天哪！刚刚义龙硬扛了对手，应该是8拳，毫发无损。现在全场的老外都起立鼓掌，都是比较的兴奋。这个场面没见过，不要说老外没见过了，我们中国人也没见过呀。看来打拳击赛并不适合武僧义龙，街边摆摊儿啊，来个什么胸口碎大石啊，来个什么铁头钉钉子，我觉得义龙绝对能赚大钱。好，这场3回合的大战终于结束，武僧义龙和新西兰拳王布莱登啊大战了3个回合。这场比赛可以说布莱登是全程从头到尾啊，从头打到尾，而武僧义龙啊是从头挨打到尾哈哈。但是武僧义龙啊至始至终从来没有倒下啊，甚至连被打晃都没有。好，最终的比赛结果，武僧义龙输掉了比赛啊，没有办法，这是比赛规则。但是我相信啊，按照这个节奏再打上个3个回合，武僧义龙肯定赢。你过来。